你敢信嗎？就在刚刚，2026年7月10日12點，中國航天又一次震驚了全球。以前是 SpaceX 用筷子夾星艦，酷炫是酷炫，但這一次中國長征10號乙運載火箭直接用一張網穩穩接住了從天而降的近70米高火箭，沒有着陸腿，沒有精密液壓平台，降落誤差控制在幾米以內，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這麼幹。注意看，它不是樓，它是一根靠7台發動機同時點燃的火箭，要在幾分鐘內穿透大氣層，把貨物送進軌道，再把自己飛回來，然後被張網兜住。光是聽着，是不是就覺得科幻到爆炸？但它能送什麼上去呢？近地軌道運力16噸，450公里軌道能跑13.5噸，900公里高軌還有11噸。關鍵是，這都是在回收一子級的情況下。如果不回收，運力還能再往上飆。但中國航天不這麼幹，因為它的終極目標不是把東西送上去，而是把火箭帶回來。發射那一刻，7台 YF-100K 液氧煤油發動機同時點火，3台 N 型、2台 P 型、2台 L 型，不同的推力矢量配置協同燃燒。你站在發射台下面，你不是在看火焰，你是在看一場極其精密的受控爆炸。說到7台發動機並聯，很多人不知道這背後有一段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懸案。當年蘇聯 N1 火箭一級裝了整整30台發動機，試射4次全部爆炸。最慘的一次，一台發動機吸入異物，導致全部30台熄火。整枚火箭攜帶着約2300噸推進劑砸回發射台，爆炸當量相當於一顆小型核彈。蘇聯因此徹底放棄了這條路，直到 SpaceX多發並聯的策略才重新被撿起來，但 SpaceX 用的是9台，中國用7台。別小看這少了2台，中國單台 YF-100K 推力約130噸，7台合計推力約890噸，而獵鷹9號的9台梅林發動機單台約87噸，9台合計約784噸。發動機更少，推力反而更大，故障點更少，可靠性更高。更關鍵的是發動機的燃燒效率 ，YF-100K 的比衝約302秒，梅林 1D 約282秒，差了整整20秒。看上去不多，但在火箭工程裡，比衝每高1秒，運載效率就有明顯提升。這20秒的差距意味着中國這台發動機在能量利用上系統性領先。說完發動機的底氣，我們來看這枚火箭究竟是怎麼飛的。火箭離地，穿越最大動壓區，那是整個飛行裡最危險的階段，速度瘋狂暴漲，大氣還沒變薄，每一秒整個艦體都像要被撕碎。然後大氣變稀薄，阻力消失，速度繼續暴漲，你在地面仰頭已經看不見它了。然後1子級和2子級分離了，這是普通觀眾會走神的一刻，但真正的好戲就在這裡開始。2子級帶着載荷繼續飛向軌道。那部分交給 YF-219 液氧甲烷發動機接管。注意，2級用的是甲烷，不是煤油，這是另一套燃料體系，燃燒更乾淨，推力調節更靈活。中國已經走在自己的能源路線上了。而1子級開始掉頭，發動機反推啟動，艦體在高空減速，同時4片山格舵從側面瞬間展開。這4片小翅膀可不是裝飾。他們要在稀薄的大氣裡，用空氣動力生生撐住一根幾十噸的鐵管子，精確控制載入角度。艦體像一顆倒飛的導彈，在大氣層裡劃出一道絕對精確的弧線，死死盯住海上那艘正在等待的回收船領航者號。然後最科幻的一幕來了，沒有着陸腿。重複一遍，沒有着陸腿。SpaceX 獵鷹9號選擇的是主動降落，着陸腿撐開，垂直停在平台上。你們都看過那個畫面，非常酷，但那套方案極其苛刻，平台要足夠精密，着陸腿要足夠強壯，控制系統容錯率極低，着陸精度要求極高，偏差一點就是直接報廢。每次降落都是在刀刃上走。而中國長征10號乙的工程師說，有沒有可能換條路？網比腿輕得多，不用主動停住，讓網把你兜住，用水平緩衝代替垂直支撐。繩網的彈性能化解巨大衝擊力，對精度的要求比着陸腿更寬容，對平台的要求也更低。整套方案算下來，成本更省，可復用率更高。這不是技術力不夠，所以退而求其次，這是聰明人想出的降維打擊。
速度降到接近0，繩網張開，死死包住艦體，整個動作就2秒鐘。2秒鐘完成了價值幾千萬的硬核打撈。如果你要問這有多賺錢，一枚火箭設計復用不低於10次，從落網到重新發射只需要72小時。3天後它就能換批貨物再上天，1年飛10次，單次發射成本直接打到1/10。這不是小數字，這是把商業航天的門檻給砸穿了。你知道以前衛星入軌要花多少錢嗎？高的時候幾億、10幾億人民幣一次。很多創業公司不是技術不行，是錢根本撐不住運營成本。長征10號乙這條路走通，把衛星送上天這件事兒，可能真的會變成一門普通人都能參與的生意。不過它的首飛之路並不順利，原定4月底發射，4月24日第一次嘗試臨時取消，之後又幾度傳出推遲到5月、6月甚至下半年的消息，反反复复拖了2個多月，直到7月10日才真正一飛冲天。中國航天的鐵律是寧願等不願賭，取消一次比失敗一次好太多了。而且失敗的代價現在格外沉，因為整個商業航天板塊的估值從去年年底開始已經翻了不止1倍。這一枚火箭背後的資本押注和衛星網絡部署遠比你想象的龐大。最後告訴你一個所有人都沒注意到的絕密身份：長征10號乙表面上是商業火箭，但它背後是中國載人登月計劃的技術練兵場。它用的 YF-100K 發動機正是中國載人登月版火箭的核心動力系統。每一次商業發射都是在給登月發動機累積真實飛行數據，每一次回收都是在檢驗大直徑火箭艦體在返回時的結構強度和氣動特性。乙飛得越多，甲就越可靠，登月的基礎就越扎實，人類飛向月球的那一天就往前推一步。它不是在做生意，它是在替登月方案跑磨合。所以，當有人在問中國商業航天和 SpaceX 差多遠時，你可以告訴他，差距不是在能不能回收，而是在用什麼方式回收，以及回收之後能不能在72小時內再飛一次。中國選了一條更難走的路，但走通了之後，它的天花板比任何着陸腿方案都高。就在今天，它已經走通了第一步，而它最終飞向的不只是近地軌道，更是月球。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